这两天呢，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段黄子华和徐冠文对谈的影片啊，给我感触特别的深。突然之间就让我追忆到港片最辉煌的那个时代，所以我想今天来做一期节目，和各位好朋友来站在我的这个视角，和大家来聊一聊港片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在工作以后，我做影视制片人、做音乐制作人之后，跟香港的一些导演、演员和这个编剧啊、工作团队一些工作的一些状况，一些香港的一些文化和大陆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碰撞的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啊，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好朋友看 Calling 节目的好朋友是来自于香港的、Hong Kong 的好朋友啊，所以呢，我想可能站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去看港片，不一样的视角去看香港最辉煌的这段时间，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那首先来说呢，我第一个感慨的是什么呢？就是香港人的生命力。你包括这次看到徐冠文已经82岁的高龄，对吧？他在对谈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精气神，哇，你真的难以想象。你觉得可能也就是6岁左右的样子，因为不是光因为他的这个长相没怎么变啊，或者他保养的好，不是的，是精气神，大家理解吗？精气神就是你想，你老人通常都是走路的时候这样慢腾腾的，不是的，他讲话的时候神龙活现的，对吧？这个年轻人才会转来转去啊，坐不动啊，因为气血旺盛嘛，对吧？你才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肢体动作。你看这个徐冠文的这种感觉啊，他其实就代表了香港的一种生命力啊，就是从我的理解来看，就代表香港的一种生命力。我真正理解香港生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第一次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这个小号演奏专业的啊，因为我在这个大学期间可能学的还不错，所以呢，香港的演艺集团呢就有人来招聘，然后呢告诉我说可以去香港工作。我看招聘我的人呢40多岁，但是呢他头发白得很厉害，可是他精气神很旺啊，他就告诉我说，到香港去，你不可能比大陆的工资低的，我们这边底薪就1万8，然后呢加上你各个绩效加在一起的话，平均一个月3-5万，一个大学刚毕业，一个月能赚到3-5万港币啊，不得了的事情，十几年前，对吧？不得了的事情啊！但是当他告诉我工作强度和工作内容的时候，我就崩了，你知道吗？工作强度是什么？每天早上9点钟上班，每天晚上11点下班，是夜里11点下班，也就是说，你回去休息的时间只有从11点到9点，大概10个小时，你休息的时间只有10个小时，剩下14个小时都是工作的，并且呢，你一年的休息时间只有6天，它不是像这边算是什么周六周日啊，我不知道香港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给我的工作他是这样子的，就一年只有6天的休息时间，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想，怎么会这么大的工作强度？那他告诉我，每天除了这个乐队排练去演出之外呢，还有代课，代课之余呢，还有去录音，录音之余呢，还要配合这个乐器修理啊，各个销售啊，各个方面讲解这些东西，哇，我一下就崩溃了，大家知道吧？一下就有点崩了。崩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呀，算了，这个还是选择这个悠闲一点吧，不要赚那么多钱了。但是呢，我反过来想，就是香港人对于这个工作的这种拼命程度，是第一次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哇，原来是这么能工作的。那后来呢？当然你在很多访谈节目里面能看到很多的人来说，哎，我们的工作强度是什么样的呢？但是呢，我真正的亲身经历呢，又到了10年开始，我进入到影视圈，我跟香港的一些导演、编剧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工作强度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不是一般的狠啊！之前是，当时我记得我第一个
参与制作的电视剧叫做《审死官》，是请了 TVB 的郭晋安、佘诗曼来演的。那个剧现在大家能看到在网上，但是呢，那个剧现在已经和我们当年的制作不一样了。那他是把之前的制作全部抹去掉了，去重新找了一个团队重新制作的。原因是因为很复杂了，对吧？这个投资人之间有矛盾，然后就开始把这个母带偷回到香港了。那我第一次做电视剧的时候，竟然是要这个去跟人家去抢母带，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还没有踏入演艺圈，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呢，给我的这个印象呢是他们每天在拍摄的时候几乎不睡觉的。导演名字我有点忘了啊，也是香港的一个导演。导演他一天只有3个小时睡觉，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拍片剪片，拍片剪片。哇，这个工作强度你无法想象。那直到后来呢，我是真的近距离跟一个香港的导演合作过，是在13年的时候，我的公司签了一个 TVB 的老牌的导演，叫做赵振强大家肯定香港的好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就是上海滩的导演，上海滩的监制，可以说是 TVB 的3大监制之一啊，只要收视率不好，只要他们出场，基本上就可以了。那我跟他呢，跟这位导演呢，当时签的是可能一部戏让他来拍，并且我要做一个女团，让他来制作一些东西。我看他几乎是不睡觉的，可能睡觉也就几个小时，很少很少。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60多岁的情况下，每天我们早上9点钟就要去给一些团员去排练，然后呢，包括上课，包括怎么样，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可能8、9点、10点停下来之后，他回去写剧本、写大纲、写第2天要做的这个内容，可能又到凌晨2、3点，然后早上又起来，这样子连续的工作了1年多的时间。在他身上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我说句实话啊，香港的很多的导演、编剧最厉害的一波人呢，都是80、90年代出来的那波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师傅带徒弟，对吧？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们最早是好莱坞的团队去 TVB 教他们的，他们的第1期好像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然后呢，后来其实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师徒制啊，开始慢慢的好像教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一句话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其实香港呢在2000年之后，它的人才慢慢的流失就有点严重了。就是在我这边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他们不愿意教，真的不愿意教。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包括这导演啊，招导，他呢为什么我能在他身上学到东西呢？是因为我是制片人，我是付他钱的，他教给我很多的剧本。然后呢，我又请过很多的这个导演、编剧和电视台的那些人，我要沟通联系的嘛。他交给我的剧本，我给别人看，别人说好或者不好，他得解释的嘛，对吧？那我不懂的我也得问他，不是他不告诉我的话就不给他钱，所以逼着他就得不断的教我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真的感觉到，哇，他们的这个知识含量真是太深了。他不讲出来的话，你绝对不会知道，而且他绝对不会再教给别人。那我不知道是所有的导演都是这样子，还是说就是一部分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的确能看得出来，有很多的导演都是几个桥段吃遍天下的。你想像之前那个肖瑞元不在节目里面说王晶嘛，对吧？6个桥段吃了40年，他肯定不会说我做剧本我就6个桥段我教徒弟了，肯定不会教的。他只有他认真或不认真拍出来的这个东西是好片还是大家不太认可的片子而已。但是他的这个底层的东西是不愿意教的，包括哎呀，你像这边很多像王家卫有几招啊，对吧？像这个韦家辉有几招啊，他就必须得告诉我，因为你不告诉我的话，
我不会知道你比他们好在哪，那我为什么不请别人呢？请你呢？那就通过那一段时期，我觉得我在10年到17年16年吧，6年的时间，哇，我觉得是我上音乐学院也好，上电影学院也好，我学的东西都没有这6年学的多。但是这6年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教，而是因为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不付钱呀。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小心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当我知道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呢，我也替香港的一些骗子，或者是说一些导演到大陆来的一些遭遇呢，也感觉到不平。为什么？其实说实话，2000年之后，香港就有很多的导演和编剧就来大陆拍合拍片了，因为在这个97回归之前，香港有固定的这个市场，台湾市场嘛，对吧？那台湾市场来买香港的这个片子，那香港的电影当然会发展的特别好，因为台湾总的来讲，他们拍的这个电影或者是说电视剧，它的质量跟香港来比的话，还是落差挺大的。所以呢，当时的港片它的主要的市场还是这个台湾市场。那突然之间大陆开放之后呢，很多的这个香港导演就看到了这个市场在了，但是也有个问题产生了，就是港片它没有办法独立的发挥它的文化价值了。因为你要合拍的话，你多多少少要尊重一下大陆这边的一些想法。但说句实话，我身为这个大陆的人，我知道大陆这边的想法一点都不靠谱，特别是从2000年到2015年这15年的期间，是极度不靠谱的。可是呢，在这个期间呢，他们又掌握的这个渠道，又有一点说话的这种权威。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合拍片并不是很理想。我知道这个不是他们香港导演的问题，是他们不得不妥协，所以造成了这个影片不好看。所以那段时间我说实话，我跟电视台和网站合作的时候，我的确是跟很多的编剧、很多的这个电视台的人闹过不开心，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是不懂的。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些导演和编剧想要什么。就比方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个小说家写出来的文字，它更多的是心理上面的活动；一个编剧写出来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故事性的东西。可是导演看到的是一种情绪性的视听角度的这个东西，你从一个剧本上面，你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电视台的领导他在看的时候呢，觉得说，哎，你这个香港导演怎么交过来的剧本感觉没什么故事啊，对吧？他要挖的深一点或者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人家在拍的那个情绪或者是视听演员、视听语言是你从剧本上面是看不到的，或者说你是根本就不懂的。但是没办法，他们要掺和进来，你必须得尊重他们的一些想法。所以呢，我能感觉出来什么？从2000年过来的时候，其实大陆是对于香港是保持着一个仰视的一个态度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大陆的这些专业的人，可能很多都不太懂这个结构是什么，他不知道剧本是在写价值观的碰撞，他可能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好故事，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好像很有深度的一个意义的东西，这东西根本就不重要，剧本写的就是价值观。哎呀，但是当时大家还是保持着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其实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和香港的导演和演员学到了一件东西，就是对于真正艺术的一个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实在是太重要了，你不能学了一点点东西，你就觉得你什么东西都满了。这个在2006年到2015年期间，我觉得大陆很多的这个导演、演员和编剧开始成长的时候，有很多这样子的心态，他们开始压榨一些香港的导演，就像赵导给这个尤小刚在拍戏的时候，很多戏他也不署名的
很多戏呢，他也拿的片酬很低，就是导演费很低。当然，可能相对于香港的价格是很高了，但是你要知道，大陆这样子的市场其实是有点欺负的这个性质在的。所以呢，当时其实我能感觉出来，这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你终究你也改变不了整个局势的一个改变啊。当然，香港呢还给我一个感觉呢，就是说很遵从合同制，很遵从合同，所以导致我呢到现在还要每个月付给招导的工资，已经10年了，还要再付他。为什么？因为当我一个项目结束的时候，那个项目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流产的时候呢，我其实应该写一个项目结束的一个合同，告诉他说，好，我们的雇佣关系到此结束，对吧？然后呢，工资就到此结束了。我当时我记得我要是每个月付10万工资给招导。那当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呢，我跟招导打个招呼，我讲，哎呀，这个女团做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女孩子离开了，对吧？家里出了一些事情，要打官司了，做不下去了。可是呢，虽然后面没有工作了，但是呢，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工作关系还在，所以每个月还要再继续付他工资。所以我后来莫名其妙的就收到了一封律师函，所以法院也判啊，那你后面你没有写这个东西，所以他告我的时候是后面4个月了嘛，所以你要再补他4个月的工资啊，所以你还欠他40万。那当然呢，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啊，就是觉得说你一切要按照法律合同的这个文本来做这件事情。虽然你口头上跟他说这个工作结束了，但是呢，你应该要写一个法律的文本跟他说，好，我们的雇佣关系到此结束了。你一定要写一个文本性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才没有后面的这个扯皮啊。当然我说句实话啊，这个相对于付给他的这些钱来说，我在他身上学到的那个东西啊，远远不止这些东西。真的，我也不会觉得说不应该付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我可能内心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他口头跟我说会更好一点，不需要走法律的这个渠道啊。言归正传，我们再回过头来，这是从香港的这个生命力以及港片的这些文化来看，对我跟我结合的这些事情，但是呢，其实我内心里面有一点点感觉到可惜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要追求大陆的市场，也是因为香港的一些老的一些导演编剧不愿意把自己毕生所学真的传授给后面的人，所以导致香港有很多的人才流失，而不是人才流失啊，就是人才接不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包括香港的好朋友可能也能感觉到，你看唱歌的还是那几个，对吧？陈奕迅、刘德华，对吧？还是这些谭咏麟他们，对吧？新的歌手其实有出头之日的很少很少，那拍戏的就更少了。你想 TVB 还能捧红几个东西出来，那 TVB 的精气神其实跟之前也完全不一样了。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不在了，因为大家都是跟着市场来的。最早是台湾市场来买你的东西。那当年香港能做到什么？就是整个亚洲都是看香港的东西，对吧？700万人口的地方竟然能让整个亚洲为之疯狂，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奇迹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吧，还是英国的，有一个也是这个影视界的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香港电影，为什么它能够在亚洲激起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浪花出来，并且这个功夫片也好，还是这种包括周星驰未来后面的喜剧片也好，能够对全世界的这种文化有影响。他后来总结了8个字，说什么尽是癫狂，对吧？尽是过火。他虽然总结了只有这8个字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够透彻，因为他可能还是不懂中国文化。我觉得香港的港片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们把中华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你包括你想有很多的这种侠义的文化，金庸的这种侠义的这些文化，
包括我们看《古惑仔》，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古惑仔》是打打杀杀的，《古惑仔》其实体现出来的那种兄弟的情谊，你可以理解为义气，但是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侠义的情谊，这是中国的墨家带来的一些东西。中国很多骨子里面、文化里面的孔子、孟子，对吧？这些包括这个法家的一些东西，它有很多的这种中国文化的东西掺插在这个里面的，所以你才会觉得很丰盛，你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像我不是出生在香港这个环境里面，甚至我连香港都没去过的一个人，我能够感同身受那个文化，因为他的那个文化就是那个根的文化，中华文化根的那个文化。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很深。那长大之后，那我在这个工作的情况里面，我能看到大量的香港的人才为了这个市场涌现过来，并且港产片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少。那还好这几年我们偶尔还能看到什么正义回廊，对吧？还能看到黄子华之前的那个毒舌律师，对吧？还能看到为后面他们要拍的这个破地狱，还能看到这一点呢。我想可能他们也是一种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如果为了更好的票房，可能更多的要拍一些合拍片，但是呢，为了坚守你的这个文化的话，这个文化的独立性的话，可能你只有拍港产片。港产片，我说句实话，可能它的市场没有这边大，但是它能保存的文化价值是很大的。这个文化价值，如果不用眼前来看的话，我想它未来可能能散发出来的东西更容易影响人。我之前呢，在做女团的时候，除了接触香港文化，我接触很多的日本文化，包括像邱元康，大家知道吗？就是做 AKB 的那个教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未来的这个事业，我们更多的是要做最小公倍数，而不是做最大公约数。什么意思呢？最大公约数就是说，我一个晚会，我什么节目都上，反正总有人给我打中，这就是以前做影视文化的一个逻辑。现在呢，就是我精通什么，我就把这一块做好，哪怕这一块受众是很小的，但是我要做到刺激到这很小的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的内容才是最有价值的。其实港产片的文化，我不会觉得它会消失，我会觉得说它会慢慢的会聚集在某一类人群身上，它会慢慢的散发出来。其实整个互联网发展之后呢，市场并不是说我看大陆的这个剧市场有多大或者怎么样有多大，而是每个人都开一个店，这个店是你擅长的。那么别人即使在最远的地方，我还是会过来看你的。包括我们最爱的 Beyond 的歌曲，都是唱粤语的，不需要翻译成国语，翻译成国语，大陆的人也不习惯，也不爱听，因为那是这个东西最原汁原味的东西，所以保存下来就会特别好啊。所以呢，再回到这个黄子华和徐冠文拍的这部戏。破地狱的 Last Dance 啊，你看他的访谈你就知道嘛，这部戏一定是用他们独特的黑色幽默去表现出这个生死的这些哲学方面的这些东西。具体会怎么样，我想可能只有那个影片能告诉你。但是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说，他不用受制于合拍片的这个压力，不用受制于市场上的压力。他只是做好他自己擅长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想可能都是我们最爱看的东西。好吧，我今天先简单和大家聊这么多吧。如果说有很多的好朋友愿意和我探讨港片的发展的历史以及我经历的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后面的节目再慢慢的聊。